美军打算将建在台湾岛上的弹药库改个名称，此举骗谁呢？解放军必然将其摧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祥少。前一阵儿我们就做过一期关于美台军事勾连计划，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弹药库修建在台湾岛的节目。鉴于解放军可能采取对台封锁，或者说是以武逼统的战略，美军考虑到发生军事危机时无法将援助送上岛的情况，一定会想办法在台湾地区建立规模庞大的弹药库。当然，这个议题面临的阻力和风险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台湾地区当局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弹药库是带来安全还是带来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建弹药库，也等于突破了反分裂国家法所划设的红线，有可能引发武统行动。不过，最近的进展表明，拜登政府似乎找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将弹药库的名字改为区域紧急库存，而且呢，正在与台湾地区当局进行谈判。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陈建仁表示，自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以来，台湾地区当局和美国一直在就这个计划的可能性进行谈判。此项措施被认为是帮助台军坚守作战所非常必要的。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也证实，美军拟将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改放到台湾地区，只不过不是囤积弹药，而是要建立区域紧急库存。台湾地区当局与美方正在针对紧急库存的定义，以及台军可以立即操作之弹种、运输、物资接短时间等4项议题进行磋商。要注意，双方协调的内容包括弹种，这就是实打实的武器弹药库，其储存的物资可能包括美军所属的反坦克导弹、155毫米炮弹、便携式防空导弹等适应台军非对称作战的武器装备。将美军的武器放在台湾岛，其所有权仍然是美军。在拜登政府看来，这是一举多得，可以避免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所带来的繁琐法律流程，可以确保台湾岛被解放军封锁之后，还有机会向台军提供军事援助。此外呢，还能对大陆进行武力威慑，阻止武统的发生。民进党前民代郭正亮更是爆料，美国曾有意在菲律宾建立弹药库，但是菲律宾不愿意。他也想在日本的冲绳设立这么一个弹药库，也遭到冲绳县知事的反对。这件事的最大风险就是如何认定区域紧急库存，或者说美军的弹药库到底叫什么名字。这些呢，对中国大陆来说并不重要。这项区域紧急库存若设在台湾地区，从设计、建造到完成需要好几年，想保密是不大可能的。期间势必会大幅度增加台海的军事紧张局势，迫使中国大陆采取强硬的对抗行动，最终呢，有可能会引发武统行动。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美国以区域紧急库存的名义在台湾岛建了武器库，中国大陆该怎么办？我们完全可以不理会美国说什么，解放军只看美军的武器弹药是不是大规模的运入了台湾岛，而且也不管这些弹药库是谁的，从开工建设到武器弹药入库，每一个阶段都将为台海局势带来变数。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取证工作，因为美台很有可能在秘密的情况下推进工程，而中国大陆既可以提前动手，也可以等着美军将这些弹药放入武器库，然后宣布美军违反了反分裂国家法，对相应风险目标进行定点清除。在向外界公开证据之后，中国大陆还可以在国际社会发起一场舆论攻势，要求美国将这些武器弹药限时撤出，并且要派人进入相关区域进行核查。一旦受到动摇，那么就有可能对其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还有一种情况是，中国大陆届时已经做好了武力统一的准备，直接依法对台湾地区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
以美军在台湾地区存放武器，违反了反分裂国家法为由，对台军所有威胁中国大陆的目标进行摧毁。这场行动一旦开始，就可能持续下去，直到统一完成。而美国将以挑起台海军事冲突的角色，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完成统一，而花费巨资修建的这个弹药库，最终不仅不会成为绊脚石，反而有可能变成中国统一的垫脚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